各位关心钱袋子，在通胀中寻找方向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安宇。今天我们不用复杂的图表，也不谈艰深的术语，就用大白话来聊聊一个关键问题：在未来10年，我们怎样才能守住财富，跑赢通胀？前几天，一位退休的张阿姨从休斯顿给我打来电话，她困惑而略带后悔地说，眼看着物价飞涨，自己的退休金虽然数字没变，能买的东西却越来越少。他早就听说过白银可以抗通胀，却一直犹豫，现在只能感叹，我是不是又错过了一班车？这个问题，相信很多人都有共鸣。我们华人向来相信勤劳致富，储蓄是美德，把辛苦钱存在银行里才感到踏实。这并没有错，可为什么现在我们越存钱越节俭，财富反而像在被一只无形的手悄悄蒸发？传统的游戏规则正在改变，在全球央行大规模印钞、持续通胀的背景下，仅仅依靠储蓄，可能已经无法守护我们的财富。如果您也在为现金贬值而焦虑，正在寻找房产、股票之外的可靠选择，那么接下来的内容值得您关注。今天，我想带大家看清当前全球货币格局中的关键变化，为什么白银这样的古老资产正吸引着全球资本的关注。我们身处规则变化的时代，唯有依靠理性和认知，才能找到那个既能守护财富，又蕴藏机遇的压舱石。首先，我们必须彻底搞清楚一个状况：为什么以前大家觉得存银行、买国债就高枕无忧，现在却越来越心慌？为什么以前不起眼的白银，现在会被喊出$309？这种听起来像天方夜谭的目标价，很多投资朋友，特别是我们华人社区，长期以来存在一个巨大的认知舒适区。我们常安慰自己，通胀只是暂时的，国家总有办法控制物价，我的钱大部分在房产和股市里，抗通胀没问题。如果您现在心里还抱着这种想法，那我必须很严肃地告诉您，这真的可能让您在未来几年陷入被动。您的这种经验依赖正在让您的财富暴露在风险之中。2024年之所以成为一个关键节点，并不是因为白银一下子就会涨到天上去，而是因为支撑全球金融体系的几根柱子已经出现了深深的裂痕，一场关于货币信用的终极压力测试已经无声地开始了。我们要理解白银为什么被重新拾起，首先要理解全球主要的玩家们在害怕什么，在争夺什么。当前的世界，决策者们面临的不是某一个单一问题，而是两个相互关联、足以动摇根本的时代级难题。第一，债务货币化到了临界点，信用正在被透支。大家看财经新闻，可能经常看到美国国债突破 XX 万亿，日本央行无限量购债这样的标题，但可能没细想背后的含义。这不仅仅是数字游戏，这就好比一个人不断刷爆信用卡来维持生活，而且刷卡额度还在不断提高。美国的国债规模已经庞大到连其利息支付都成为财政的沉重负担。这不是某个党派的问题，这是整个体系的问题。在这种借债成瘾的背景下，钱或者说美元的含金量被不断稀释，政府想要维持运转，避免债务违约，那将是毁灭性的。最直接、最隐蔽的方式是什么？就是让货币贬值，让债务相对缩水，而通胀就是货币贬值的同义词。对于持有大量现金和债券的人来说，这是一场无法回避的财富转移。你的购买力正在被系统的、合法的征收走，去填补那个巨大的债务窟窿。这就是为什么所有资产都在寻求避难所的宏观经济背景。如果说债务问题是点燃炸药桶的引信，那么全球去美元化与货币多极化趋势就是给白银这个千年货币浇上的一桶油。这是本章最核心的概念。很多人的记忆还停留在美元独霸天下的年代，那时候的逻辑很简单，世界乱，买美元和美债，美国印钱，全球消化。我们是这个体系的参与者，也是受益者。但是，大人，时代变了。俄乌冲突之后，一场金融领域的冷战早已打响，俄罗斯的外汇储备被冻结，像一盆冷水浇醒了所有非西方国家。把财富全部寄托在别人的货币和金融系统里，是有致命风险的。于是，从东方到中东，再到金砖国家，一场悄悄的集体行动开始了，减持美债，增持黄金。中国央行已经连续10几个月增持黄金，俄罗斯、土耳其、印度等国央行都是大买家，这是国家层面在用真金白银投票，对冲美元信用风险。那么，这和白银有什么关系？
关系太大了。黄金是央行和大机构的锚，但它价格高昂，流动性对于普通人和部分机构来说依然有门槛。而白银在历史上从来都是黄金的影子货币，是黄金的平民版。当黄金被央行们买，价格高高在上时，资金的目光自然会向下寻找价值洼地。更重要的是，白银有一个黄金没有的超级故事，它不仅是货币金属，更是未来绿色工业的血液。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驱动力，工业需求的巨浪，光伏、太阳能板、新能源汽车的电子元件、5G 基站，所有这些代表未来科技方向的产业都大量消耗白银。白银的导电性是所有金属里最好的，这意味着只要全球还在推进电气化、智能化，白银的工业需求就是一个持续增长的刚性的故事。当货币属性和工业属性在同一个商品上形成共振时，它爆发的能量将是惊人的。所以你看，西方大投行如美国银行喊出309美元每盎司的目标价，并不是他们疯了，他们的分析师看到了同样一幅图景，一边是货币洪水滔天，所有实物资产都需要重估，另一边是工业革命对白银的渴求。他们把白银称为被杠杆化的黄金。而东方狂印48兆，这是一个泛指东方大国宽松的货币环境创造的巨量流动性背后的资金。在房地产市场进入新阶段，股市波动剧烈的背景下，也需要寻找新的出路。一部分敏锐的资金嗅到了这个气息，开始布局这个容量相对黄金较小，一旦启动弹性巨大的市场，这就像是在一片平静的湖面下，两股巨大的洋流，西方的金融资本和东方的产业国家资本正在朝着同一个方向涌动。他们看重的是白银在新时代下三重身份的合一，通胀的对冲工具，美元信用的替代品，科技革命的必需品。这场风暴现在已经不是天气预报，而是远方的雷声已经滚滚而来。那道建立在纸币信用上的虚拟围墙正在出现裂缝。如果你还抱着旧黄历，认为只有存款和国债才安全，那等待你的可能就是购买力的持续缩水。看清了这个宏大的叙事背景后，我们该怎么办？难道只能眼睁睁看着钱变毛，或者去高风险的市场搏杀吗？当然不是。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实战环节，聊一聊如何理解白银市场的独特规则，以及普通人在这个可能的历史性机遇面前，如何理性的、安全的参与，而不是沦为泡沫的接盘侠。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全球资本有动机重新配置到白银，那么那个让美国银行喊出309美元，看起来高不可攀的目标，逻辑到底在哪里？这个数字大家可能在财经论坛里，在投资群里都看到过，觉得是博眼球。这条线就是白银多头的梦想线，信它，觉得是星辰大海；不信，觉得是痴人说梦。但是各位朋友，你有没有静下来想过，这个309美元的目标到底是基于怎样的模型算出来的？它和历史上白银的疯狂表现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在华尔街眼里，白银的潜力可能比黄金还大？今天我要和大家拆解一个可能颠覆你认知的观点。这个目标并非空穴来风，它背后是一套基于货币贬值比率和历史波动规律的冷酷计算。让我们把时钟拨回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段被称为大通胀的时期。那时候世界刚从金本位脱钩不久，石油危机引发恶性通胀，和今天有无数的相似之处。那时候黄金和白银作为最后的硬通货，上演了一场惊世骇俗的暴涨。白银在亨特兄弟的操纵和通胀恐慌的共同作用下，从每盎司几美元一路飙涨到50美元的历史最高点。1980年1月，请注意，那是1980年的50美元。如果我们仅仅按照美国官方 CPI 来折算，1980年的50美元相当于今天的大约200美元。但是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官方 CPI 是否完全反映了货币的真实贬值速度？很多独立经济学家认为，如果按照1980年之前的 CPI 计算方法，或者计入资产通胀，实际贬值速度远高于此。美国银行的分析师很可能采用了一套更激进的模型，他们的逻辑链可能是这样的：起点，黄金的先行指标作用。他们首先判断黄金在本次周期中有望突破3000美元，甚至更高，基于债务货币化规模和央行购金力度。关键系数，金银比的历史回归。金银比就是买1盎司黄金需要多少盎司白银。
这个比率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在40到60倍之间波动，但在极端通胀和白银牛市中会急剧缩小。1980年白银冲到50美元时，金银比一度缩小到15倍左右。当前的金银比是多少？大概在70到80倍的高位徘徊。进行推演，假设黄金未来达到3000美元，如果金银比回归到历史中位数50倍，白银价格就是60美元每盎司。如果回归到1980年牛市极致的15倍，当然这非常极端，白银价格就是200美元每盎司。而美国银行喊出的309美元，可能基于更乐观的黄金目标价如4000美元加和一定的溢价计算，他们是在压住一个完美风暴，黄金创历史新高加金银比大幅回归加工业需求爆发，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诱人的金融学现象，我称之为戴维斯双击。想象一下弹簧，上面那只手是黄金价格上涨，它再把白银这个小兄弟往上拉，下面那只手是金银比压缩，它意味着白银上涨的速度要比黄金更快，两只手同时用力，白银的涨幅将是乘积效应，而不是简单的加法。这听起来很美妙，但我们必须立刻泼一盆冷水，历史不会简单重复。1980年的暴涨有特定的操纵背景，而今天的市场更加全球化，监管也更严格。309美元是一个长期、极端情况下的理论目标，绝不是1-2年内就能轻松达到的。把这种目标当成短期暴富的代码是极其危险的。这种基于历史模型的推演导致了一个关键的投资思维：我们投资白银到底在投资什么？是投资一个短期内能翻几倍的彩票，还是投资一个应对货币体系不确定性的保险？我的观点非常明确，首先是保险，其次才是潜在收益。我们身边有多少这样的朋友？他们省吃俭用，投资理财却总是追涨杀跌，牛市末期进场，熊市深处割肉。他们为什么赚不到钱？不是因为不努力，而是因为没有建立一个稳固的、反脆弱的资产底座。这个底座在历史上由黄金担任，而在未来，由于白银更强的工业属性和更大的波动弹性，它可能为这个底座增加一些成长性。但是2026年的市场波动不会听这些故事。当白银价格因为某个地缘政治事件或者通胀数据而剧烈波动 20% 时，如果你是用集钱、杠杆或者全部身家去赌，你会被震荡出局，等不到故事讲完的那一天。市场的逻辑冰冷而简单，既然你承受不了波动，说明你配置错了资产类别，既然你做错了，那你就得付出代价。您可能会问，这太刺激了，难道普通人就不能碰了吗？恰恰相反，正因为明白了它的双重属性、货币属性和高波动性，我们才能制定正确的策略。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它一定会涨到309美元的幻想上。面对即将到来的、可能持续数年的高通胀和货币乱局，我们必须面对现实，配置一部分实物资产是家庭财务的必须。听起来像在防守，但最好的防守往往孕育着反击的机会。我们无法预测短期价格，也无法让美联储停止印钞。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看懂游戏规则，理解资产属性，在家庭资产的篮子里，为白银这样一个特殊的角色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那么，既然不能 all in 去赌，我们辛苦积攒下来的储蓄，到底该以什么样的姿势接触白银这个市场呢？说了这么多背景，我们来点实际的。很多朋友会说，我听懂了故事，但我一买就跌，怎么办？根据我多年观察市场的经验，普通投资者最容易在贵金属投资上踩到几个大雷。为了保护隐私，我把几个典型情况结合起来，换个名字讲给大家听。大家听听看，这些心态是不是就在你我身边？住在西雅图的李工程师，今年45岁，收入不错，有投资意识。2020年疫情后，央行大放水，他听了很多关于通胀和白银的分析，觉得逻辑无懈可击。于是他在白银25美元每盎司的时候，一口气买入了大量的白银 ETF 股票，代码 SLV， 心想这下总算坐上船了。结果买入后，白银震荡下跌到22美元，又反弹到28美元，他都没动。后来美联储开始喊加息，白银一路阴跌到20美元以下，李工程师扛不住了，在反弹到21美元时全部卖出，亏损出场。他很不解，长期逻辑不是没变吗？为什么拿不住？为什么？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但 99% 的散户都会忽视的概念，投资载体与持有心理。
李工程师买的是纸白银 ETF， 它在电脑屏幕上就是一个数字，和股票代码没什么两样，它的涨跌是实时、直观的，每天都在冲击你的神经。当波动来临时，你很容易被短期的恐惧和贪婪支配，忘记长期的逻辑。纸资产没有实物感，你感受不到它作为金属的沉甸甸的价值，所以你更容易炒它，而不是拥有它。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持有实物白银银条、银币的心态和持有纸白银的心态是完全不同的。实物白银你不会天天去查报价，它放在保险柜里，是一种沉默的、安心的资产储存形式，更能帮你穿越波动周期。住在加州的王阿姨被$309的目标冲昏了头脑，她觉得这是这辈子难得的机会，于是不仅拿出了积蓄，还偷偷用房屋净值贷款 HELOC 贷出一笔钱，全部在$30的高位买入了白银期货的衍生品。她想着涨到$100我就财富自由了。结果市场一次不算大的回调就触发了他的保证金追缴通知，因为用了高杠杆，他不仅亏光了本金，还背上了债务。这就是最惨痛的教训，用杠杆投资高波动资产等于自杀。白银的波动率是黄金的2倍左右，这意味着它上涨时很猛，下跌时也同样凌厉。期货、期权、带杠杆的差价合约 CFD， 这些工具在专业交易员手里是工具，在普通人手里就是绞索。你不需要在白银上发财，你只需要它帮你保值，并分享一部分长期增长。任何让你可能归零或负债的投资方式都是绝对错误的。第三，只认白银，不懂周期和配置。我们华人还有个观念，要买就买最可能涨的。张叔叔听了白银的故事，觉得黄金太慢，于是把原本计划配置在黄金上的资金全部压在了白银上。这看似激进，实则风险高度集中。白银的牛市往往滞后于黄金启动，而熊市时跌得更深。一个健康的硬通货组合应该是以黄金为盾稳定器，以白银为锚增长器。例如，你可以将70%到80%的资金配置实物黄金作为压舱石，将20%到30%的资金配置实物白银作为收益增强。这样，无论金银比如何变化，你的组合都能相对平稳，心态也会好很多。听到这里，我相信很多朋友开始理性了，原来这么复杂，那是不是不碰最好？当然不是，因噎废食才是最大的风险。那我们该怎么办？如果真想为家庭资产加上一层实物保险，同时不错过时代的机会，怎么样才能安全、稳健的开始呢？这在专业术语里叫资产配置的艺术。我有几条特别适合我们普通工薪家庭、有实操性的建议，请大家认真听。第一招，从拥有开始，而不是从交易开始。忘掉那些复杂的衍生品，你的第一步应该是去本地信誉良好的贵金属经销商，或者通过银行、大型线上经销商购买实物白银，从1盎司的加拿大枫叶银币、美国鹰洋银币开始买起。为什么是银币？因为它们是法定货币，纯度有国家背书，流动性极好，全球认可。每个月发工资后，固定拿出一点钱，比如200到500美元，就像定投基金一样，买一枚银币，不要管当时价格是25还是30。长期来看，你买的是一个平均成本。把这种行为变成习惯，变成家庭财务的仪式。当你手里有实实在在的银币时，你和资产的关系就改变了。你是一个储户，而不是赌徒。第二招，做好资产隔离与安全存放。买来的实物白银，不要放在床头柜里，去银行租一个保险箱安全保管箱，年费并不贵。把银币和你的房产文件、护照等重要资产放在一起。这样做有几个好处：一、物理安全，防火防盗；二、心理隔离，你不会天天想去看它，想去动它，有助于长期持有；三、避免家庭内部信息混乱，这是你的家庭战略储备，不需要让所有家庭成员每天讨论它的价格。第三招，理解并利用情绪指标金银比，这是一个你可以自己观察的免费工具。当金银比飙升至80倍、90倍的历史极端高位时，意味着白银相对黄金极度便宜，这可能是一个战略性加大白银配置的时机窗口。当金银比压缩到50倍以下时，意味着白银相对黄金已经很贵，你可以考虑暂停白银定投，甚至将一部分白银获利了结，换成黄金，等待比率再次拉大。这就像在给资产做高抛低吸，但不是基于难以预测的绝对价格，
而是基于相对价值的比率。第4招，终极心态建设，视其为传家宝险，而非报复筹码。这一点我一定要特别强调。你购买实物白银，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在你的纸币资产、现金、存款、债券之外，建立一个不依赖于任何政府和银行信用的财富备份。想象未来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况，虽然我们都不希望发生，银行系统出现技术性问题、极端通胀，乃至社会动荡，到那时，你保险箱里沉甸甸的、全球都认的银币，可能就是保障家庭基本生存和流动性的终极手段。用你今天可以承受的一小部分储蓄，去购买这份末日保险，希望永远用不上。同时，它还附赠了一个对抗通胀并可能增值的期权，这笔投资怎么看都是划算的。当你用这个心态去看待它时，短期30还是35美元的波动，就再也无法扰动你的心神了。各位朋友，节目讲到这里，最后这几分钟，我想撇开那些图表和数据，跟大家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货币实验时代。过去40年，全球享受了低通胀、全球化的红利，习惯了债务驱动的增长，但所有的盛宴都有尽头。现在，我们可能正站在一个周期的转折点上。我们这一代人讲究务实和安全感，我们从来不想靠投机取巧发财，只想踏踏实实守护住自己的劳动成果。但是，我们也绝对不能因为信息的壁垒，因为看不懂那些金融玩家们的复杂游戏，或者因为对古老金属的陌生，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购买力被无形的通胀税侵蚀。特别是我们要面对的这场全球央行信誉的压力测试。各位朋友，这不是某个阴谋集团在操控银价，也不是简单炒作一个商品，这是全球资本在巨变前夜，基于本能进行的重新布局。现在是大国博弈、能源转型、货币重估的时代，旧的平衡正在打破，新的秩序尚未建立。过去我们习惯的那种把钱放银行吃利息，买房永远涨的单一思维，在这个复杂的新时代面前，必须得升级和拓展了。现在，央行资产负债表、地缘政治、科技革命，这些因素都在影响你的财富。我知道很多人心里有疑虑，那个309美元的目标太遥远了，是不是骗局？那个48兆的资金是不是夸张？是的，数字可能夸张，但方向值得深思。我们不需要相信最极端的预测，但我们必须理解预测背后的逻辑链条。但是各位朋友，我们要做的不是坐在家里怀疑一切，也不是抱着侥幸心理认为通胀会自己消失。我们要做的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智慧，是在认知上理解趋势，在行动上保持谨慎，在家庭资产的配置中为不确定性提前上一道硬保险。这就是我今天反复强调的实物配置策略。请大家听我一句劝，把银行账户里那些注定会缓慢贬值的纸币的一部分，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有5000年文明背书的实物资产，投资于确定性。看看全球央行的购金清单，看看光伏面板的生产数据，这些是正在发生的确定的需求。白银站在货币和科技的交汇点上，改善资产结构。看看你的投资组合是不是全是股票、基金、房产这类风险资产或纸币资产，加入1.0相关性的实物贵金属，就像给船只加上压舱石，能让你的财富之船在风浪中更稳。安排家庭财务的防火墙，还有我们华人最重视的家庭安全与传承。与其把所有资产都暴露在单一的金融体系风险下，不如提前建立一个物理的、可传承的财富备份。这不是不信任，这是大智慧，这是给儿孙在极端情况下留的一份生存保障。把一部分储蓄转化为能够穿越周期的实物，投资于人类文明的终极信用，这才是留给未来最大的安全感。因为你拥有了独立于系统的选择权，这份踏实是任何数字都无法带来的。这才是真正的负责的家庭财务规划。今天我们深入探讨了白银与时代变局的关系，这些信息或许会给习惯传统理财的朋友带来冲击，但理解宏观趋势对我们的财富安全至关重要。我不愿看到大家因认知滞后，在未来感到遗憾。所以在视频的最后，我想邀请大家在留言区做一个小小的互动。这不仅仅是聊天，更是一次想法的碰撞。我想请大家回想一下，并在留言区跟我分享。第一，在您过去几年的投资经历里，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明明感觉自己赚了钱，账户数字增加，但购买力提升却不明显，或者总是在市场里追涨杀跌，
身心俱疲。面对当前的经济环境，您最大的困惑和担忧是什么？第二，对于实物资产配置，特别是像白银这种带有双重属性的资产，您之前是怎么看的？听完今天的内容，您的想法有没有发生一些改变？您是觉得有必要开始了解，还是依然觉得距离自己很遥远？请在评论区分享您的感受和经历。投资路上，我们常感孤独，而真诚的交流能帮我们看清盲点。您的分享或许能为他人点亮一盏灯。我知道您心中还有不少具体疑问，实物银币如何购买甄别？如何确定金银配置比例？白银 ETF 与实物有何区别？面对去美元化大趋势，今天的探讨只是起点，要安全地迈出第一步，请务必订阅安康百汇并开启小铃铛。下期我将为您带来详尽的实操入门指南，手把手带您从渠道选择到资产配置。我是安宇，您的财富管理同行者，愿我们共同学习，在变化中稳健前行。下期见。